私たちは日本へ行きたい。My family, it was a real traumatism, but actually, we are giving a very peaceful message.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give a message of peace and not a message of war. 我们想要其他国际友人可以直接用我们的平台来上传其他的历史证据，这个是我们的下一步。有一些法国同胞他们很支持我们在做这个网站这个平台，大家都在支持我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从客观公正的视角深度解读时事，我是李幸福。近日，法国青年马库斯因捐赠其外祖父拍摄的622张日军侵华暴行照片而引发广泛关注。据了解，这个法国青年在抖音注册了账号松杰的朋友们，从2024年上半年开始分享自己外祖父和照片的故事。在他的讲述中，他的外祖父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生活，亲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并用相机记录下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日军暴行。今天的视频，我会为大家揭秘这个在爱国赛道新出现的洋镰刀，拿网图片抗日流量，官媒集体上当的丑闻。最近，法国小伙马库斯·德雷特斯来华捐赠记录侵华日军暴行的622张照片，并公开声称，这些照片都是他外祖父罗杰·皮埃尔·劳伦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拍摄的。这是一开始就被多家媒体报道，央视等官媒都下场赞赏这位小伙的正义之举。但万万没想到，有自媒体通过图片溯源的方式发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600多张照片并非都由该法国青年外公所拍摄，其中很多照片拍摄者都另有其人。目前，上海宝山区相关部门已经接收了这批照片，说是要提交给国家文物局做鉴定，官媒已经纷纷删稿。马库斯强调，所有的照片全部由我的外公劳伦斯拍摄，我们家族拥有这些照片原件。2月20日，他来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参观，同时将所有的照片无偿捐赠。在采访中，他还分享了自己的亲人2个舅舅被侵华日军杀害的细节。接着奏乐，接着舞。在媒体采访的助力下，法国小伙来华捐622张日本侵华照片，法国小伙捐的622张日本侵华照片，法国小伙外祖父拍照片遭侵华日军报复，法国小伙亲人遭侵华日军毒果汁毒死，法国小伙马库斯已返回巴黎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诸多官媒对此进行了报道。但是网友很快就发现了大量照片其实就是各国记者拍的，还有上海本地照相馆拍的，很多都能在网上找到，感觉像是他在网络上下载了这些照片，然后打印出来，然后用来拍视频博流量。2月25日起，很多自媒体通过图像反向搜索发现，所谓外祖父拍摄的照片中，大量画面实为网络公开的历史档案。例如，一张标注1937年龙华寺被毁的照片，实为1946年美国记者拍摄的上海街景，另一张日军街头屠杀影像则源自1980年代某纪录片截图。更讽刺的是，马库斯声称照片沾染血迹，但电子版文件却显示无物理损伤痕迹。什么他妈的叫惊喜？实际上，除了这些照片的问题，他的很多说辞也漏洞百出。比如他今年26岁，他就是1999年出生的人，而他的外公在1937年就已经至少有2个孩子了，估计他外公当时30岁左右，他外公应当是1907年左右的人。那么这么算下来，他外公要比他大90岁左右。而且外祖父劳伦斯的生平时间线与淞沪会战存在断层，所谓2个孩子被杀也无任何官方记录佐证。网友进一步扒出，马库斯团队曾联系直播平台洽谈商业合作，与其宣称的拒绝利益交换相悖。2月27日，参与报道的官媒陆续删除相关新闻，事件定性为策划性骗局。综合这些情况来看，这个马库斯很有可能就是为了博流量故意为之。
而这个法国人一定是经过高人指点，不然怎么会如此熟练地掌握流量密码？以前的老外只要对着镜头用蹩脚的汉语说“我爱中国”，就能获得很多流量。现在流量的赛道也越来越卷了，需要有更多的创新。而去年很多网红甚至企业通过骂日本、去靖国神社撒尿等操作，也成功收割一大片的流量。而马库斯就是将老外爱中国和骂日本结合在一起，成功地破译了最新的流量密码。操！而整个事件暴露，部分官媒为追求传播效果，将新媒体端的快置于准之上。事件的荒诞性远超一场简单的乌龙，揭示了信息时代的一些悖论。对公众而言，人们既骂媒体无脑，又为打脸西方的剧情点赞，本质是享受情绪代餐的双标快感。据统计，参与报道的媒体中，超70%未执行3审3校制度，直接复制通稿发布。相较于自媒体耗时3天的图片溯源，官媒的抢发心态使其沦为造假者的传声筒。此次事件最危险的信号是形成官媒失实、自媒体辟谣的逆向舆论流动。当民间力量成为真相守门人，官媒的权威性必然遭受质疑。在流量至上大行其道的时代，在某些领导和编辑的眼中， KPI 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媒体素养。3审3校除了改一下标点符号和错别字外，形同虚设。核查事实除了自找苦吃之外，没有任何价值。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